各位老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东西——气，不是空气的气，是生气的气。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，说一个人不高兴了，不说他不高兴，说他生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气真的会生出来，一生出来就堵在那里，堵在心里，堵在胸口，浑身都不舒服。你听我讲，这个气啊，看似是小事，实则是关乎我们身体健康、家庭和睦，甚至一生运势的大事。这里面的智慧深走呢，我观察很多老朋友啊，年纪越大越容易生气。坐公交被年轻人不让座，心里就堵得慌，忍不住生气。去办事被工作人员态度不好，一句不耐烦的话就把我们的气给勾出来了。孩子打电话来说忙，过节不回来了，心里又酸又气，觉得孩子不孝顺。就连看电视看到不顺眼的新闻，不合心意的剧情，也会忍不住皱眉头生闷气。我告诉你啊，生气谁不会？别说我们这些过来人，就连小孩子得不到想要的玩具，都会佛着嘴跺着脚生气。但问题是，生气容易，不生气难，发泄容易，把气理顺难。更麻烦的是，生完气之后呢，血压噌的一下就上去了，心跳也快了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越想越气，越气越睡不着。第二天起来脸色差，精神差，看到什么事都不顺眼，又容易生气，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越气身体越差，身体越差越容易气，越气心情越糟，心情越糟越容易遇到烦心事，越遇到烦心事越生气。你慢慢去想，这里面道理很深。很多老朋友就是困在这个循环里，一辈子都活得不舒心。明明年纪大了，该享清福了，却偏偏被这气字缠得脱不开身。所以今天我要跟老朋友们讲两句话，你一定要记好，慢慢去体会。第一，聪明的人先学会不生气；第二，更聪明的人学会气死人。当然了，我得先跟各位说清楚，这个气死人不是真的把人气死，那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，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道理。这个气死人是讲一种境界，你自己从容淡定，心平气和了，别人再怎么想气你，再怎么找你麻烦，都气不着你。到最后急的是他自己，气的是他自己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气死人的境界。如果你也觉得最近比较容易生气，动不动就心烦意乱，被这气字搅得不得安宁，不妨听听看。我们不聊大道理，就聊生活里的小事，聊聊怎么把这个气理顺，怎么让自己过得舒心一点，怎么从生气的恶性循环里走出来。好，我们开始聊。我们先说说为什么我们总爱生气，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是我们脾气不好，也不是我们心眼小，而是这里面有身体的原因，有心理的原因，还有我们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，方方面面凑到一起，才让我们动不动就生气。我们先说身体，为什么年纪大了越容易生气？从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中医来讲，肝主怒，肝气不舒，人就容易发怒，容易心烦。但肝气为什么会不舒呢？很多时候啊，是因为你想控制的东西控制不了了，你想留住的东西留不住了。年轻的时候我们身强力壮，孩子听我们的，工作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家里的大小事都由我们说了算。那时候心里有底气，就算遇到不顺心的事也能压得住，不容易生气。可现在呢，我们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如以前了，很多事力不从心了，孩子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想法，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不再像小时候那样言听计从了。社会变化太快，很多新东西我们看不懂，跟不上，感觉自己被时代落下了。就连家里的一些小事，
有时候也由不得我们做主了。这种失控感最容易让人生气，就像你手里攥着一把沙子，你越想攥紧，沙子流失的越快，你越着急，越生气，最后手里什么都留不下。我们很多老朋友就是这样，总想着把一切都掌控在自己手里，一旦事情超出了自己的预期，一旦别人不听自己的，就容易生气，容易上火。你慢慢去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再往深一层说，生气到底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生气本质上就是你在对自己说，事情不该是这样的。公交车上的年轻人应该给我们让座，因为我们是老人，去办事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应该态度好，有耐心，因为我们是来办事的，是纳税人。孩子应该常给我们打电话，常回来看我们，因为我们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。邻居应该顾及我们的感受，不大声吵闹，不乱堆杂物，就连天气也应该顺着我们的心意，不该热的时候不热，不该冷的时候不冷。可我要问各位老朋友一句，这个应该是谁定的呢？是你自己定的，是我们自己在心里画了一条线，觉得事情必须按照我们的想法来，一旦偏离了这条线，我们就生气，就烦躁。但你没想过，世界有世界的运行方式，别人有别人的处境和想法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按照我们的应该来发展。你的应该和现实的实际对不上，你就生气，就烦恼。这就像你想往东走，可河水偏偏往西流，你就站在河边拼命地骂河水，你为什么不往东流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你骂得再凶，河水还是照样往西流，最后气坏的是你自己，难受的也是你自己。我给各位讲个小故事，这个故事很多老朋友听完都会点头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这样，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。我有一个老朋友姓王，我们都叫他王伯伯，今年70岁了，以前是个老师，一辈子教书育人，性子特别执拗，最喜欢说的就是应该这2个字。早上他去公园遛弯，看到有人在公园里大声唱歌拉二胡，他就生气，心里嘀咕，公园是大家休闲的地方，怎么能这么大声喧哗？应该小声一点，顾及别人的感受才对。他就上去跟人家理论，人家不听，他就越想越气，一整天都闷闷不乐。邻居把花盆放在楼道里，占用了一点公共空间，他又生气了。楼道是大家走路的地方，怎么能乱堆杂物？应该收进去才对。他又去跟邻居吵架，吵来吵去，邻里关系闹得很僵。他儿子在外地工作，平时很忙，有时候周末忘了给他打电话，他就更生气了。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，他现在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连个电话都不知道打了，应该记得常给家里打电话，报个平安才对。他就给儿子打电话，语气很冲，把儿子骂一顿。儿子心里委屈，有时候反而更不敢给他打电话了。结果呢，王伯伯每天从早气到晚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听什么都不顺心，唱歌的人照样大声唱，邻居的花盆还在楼道里，儿子忙起来还是会忘记打电话。他气出了高血压、冠心病，住进了医院。我去医院看他，他拉着我的手，一脸委屈地说：“曾教授，我都是对的啊，他们都是错的。为什么最后难受的是我？为什么我这么倒霉？”我就笑着告诉他：“老朋友，你没错，你的道理都对，但你错就错在太执着于自己的应该了，太容易生气了。你生气改变不了别人，也改变不了事情，只能改变你自己，只能伤害你自己的身体。你慢慢去想，王伯伯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缩影？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对的，总觉得别人应该按照我们的想法来，一旦达不到我们的预期，就生气，就抱怨，最后气坏了身体，闹僵了关系，得不偿失。聊到这里，我就要跟各位老朋友说说，生气的代价到底有多大？这个代价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。它不仅仅是让我们心情不舒服那么简单，
它会伤我们的身体，坏我们的关系，损我们的福报，一步步把我们拖进倒霉的恶性循环里。首先，生气最直接的代价就是伤身体。我们中国人常说气大伤身，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，是老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经验，是经过了无数人验证的真理。你生气的时候，肝气横逆，气血不畅，堵在心里，堵在胸口，首先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心脏。生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心跳加快，呼吸急促，胸口发闷，头晕眼花，这就是气在体内作乱的表现。长期生气，肝气不舒，会影响我们的脾胃功能，让我们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消化不良，浑身无力。长期生气，血压会居高不下，容易引发高血压、冠心病、脑中风这些严重的疾病。长期生气还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，让我们更容易生病。年纪大了，一旦生病，恢复起来就很难了。西医也说，生气的时候，人体会释放一种压力激素，这种激素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，心率加快，加重心脏负担，长期积累，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我见过很多老朋友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医生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最近有没有生气，有没有烦心事。很多时候生病的根源就是生气。但最有意思也最让人无奈的是，你因为 A 事情生气，最后可能 B 器官出了问题。你因为别人的错误生气，最后伤害的却是你自己的身体。为什么？因为气是流动的，它不会一直堵在一个地方，它会在你体内乱窜，哪里脆弱就伤害哪里。你说这值得吗？为了别人的错误，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气坏了自己的身体，折磨自己，最后还要花钱看病遭罪，这真的不值得。其次，生气的第二个代价就是坏关系。我们常说和气生财，家和万事兴。这里的和气就是不生气，心平气和。一个爱生气的人，身边很难有真心的朋友，也很难有和睦的家庭关系。你生一次气，说几句重话，可能要用10次、100次的好话才能弥补回来。你发一次脾气，伤害一次别人，别人心里就会留下一道伤疤，再也回不到以前的样子了。老伴跟你过日子，朝夕相处，你动不动就生气，就发脾气，他心里会委屈，会难过，时间长了就会跟你冷战，跟你吵架，夫妻关系就会越来越僵。孩子跟你亲近，你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骂他，说他心里会害怕，会自卑，慢慢就会疏远你，不再跟你说心里话，甚至会跟你反抗。朋友跟你像处，你动不动就生气，就怼人，人家会觉得你脾气不好，不好相处，慢慢就会远离你，不再跟你来往。邻里之间、同事之间，你动不动就生气，就计较，关系会越来越差，最后变得水火不容。但最麻烦、最让人后悔的是什么？是你生气的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真心话，都是你平时藏在心里不敢说、不愿意说的话。生气的时候情绪失控，口无遮拦，什么伤人说什么，什么难听骂什么，说的时候很痛快，很解气，但说完之后就后悔了，就自责了。我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怎么能伤害他？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话一旦说出口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再也收不回来了。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像碎了的镜子，再也拼不回去了。我还有一个老朋友，姓张，阿姨，她跟她儿媳妇的关系以前一直不好，就是因为她太容易生气了。她儿媳妇脾气急，有时候说话有点冲，不太会顾及她的感受。每次儿媳妇说话冲一点，张阿姨就生气，就忍不住跟儿媳妇吵架，骂儿媳妇不懂事、不孝顺。每次吵完架，儿媳妇就回房间关上门，不理她。
张阿姨自己也气得浑身发抖，吃不下饭。后来儿媳妇怀孕了，张阿姨想照顾她，可儿媳妇不愿意让她照顾，说跟她待在一起太压抑，怕自己也生气，影响肚子里的孩子。张阿姨心里很委屈，跟我说：曾教授，我也是为了她好，我也是心疼她，为什么她就是不理解我？我就跟她说：老朋友，你是为了她好，这没错，但你用错的方式，你动不动就生气，就吵架，就算你是为了她好，她也感受不到，反而会觉得你在针对她，在刁难她。你生气不仅伤害了自己，也伤害了你们之间的婆媳关系，最后连照顾儿媳妇、亲近孙子的机会都错过了。你慢慢去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生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，只会让关系变得更糟糕。最后，生气的第三个代价，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代价，损福报。很多老朋友可能会问，曾教授，什么是福报啊？福报不是什么玄乎的东西，福报就是我们身边的好运气，就是我们平和的气场，就是我们身边的好人缘，就是我们顺遂的生活。一个人福报多了，运气就好，遇到的都是好人，碰到的都是好事。一个人福报少了，运气就差，遇到的都是烦心事，碰到的都是坏人。而生气就是损耗我们福报最快的方式。你天天生气，天天抱怨，就像在一口清澈的池塘里，天天倒墨水，倒的时间长了，池塘里的水就变浑浊了，再也清不回来了。你的气场也会因为天天生气变得浑浊，变得负面，好运气不愿意靠近你，坏运气反而会主动找上门来。好机会来了，你正在生气，心烦意乱，根本看不到机会，就算看到了，也会因为情绪不好，做出错误的选择，把机会白白浪费掉。贵人来了，你脸色不好，语气不好，浑身都是负面情绪。贵人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也不愿意靠近你，不愿意帮助你。该做决定的时候，你气昏了头，失去了理智，做出的决定往往都是错误的，最后只会让自己陷入更麻烦的境地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爱生气的人总觉得倒霉事都找我，我怎么这么不顺？其实不是你运气不好，也不是你倒霉，而是你自己天天生气，把自己的福报都损耗光了，把好运气都赶走了。你越生气，福报越少，福报越少，运气越差，运气越差，越容易生气，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，越陷越深，难以自拔。聊到这里，很多老朋友可能会着急地问，曾教授，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了，生气确实不好，确实伤身，坏运损福报，可我们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就是容易生气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今天既然跟各位老朋友聊这个话题，就一定会给大家实实在在的方法，教大家怎么先学会不生气，再学会把气理顺，最后达到气死人的境界。你听我讲，这些方法都很简单，都很容易操作，不需要你有多么高的文化，不需要你有多么强的意志力，只要你愿意学，愿意练，慢慢就能做到，慢慢就能从生气的困扰里走出来。首先我们要学的第一层，也是最基础的一层，先学会不生气。怎么不生气？第一步最简单也最难，难就难在很多人根本做不到。意识到我正在生气，很多老朋友已经气得脸红脖子粗，浑身发抖，口无遮拦了。你问他你在生气吗？他还会嘴硬，还会说没有，我哪有生气，我就是觉得不舒服。其实这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生气，已经被气控制住了，变成了气的奴隶，自己却还不知道。所以我要教各位老朋友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简单又有效，
你今天听完，明天就可以开始练。就是每当你感觉自己心跳加快、呼吸变急、胸口发闷、心里发堵的时候，就立刻停下来，停3秒钟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做，闭上眼睛，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问自己一句话：我现在是不是在生气？就这一句话，就这么简单。你承认自己正在生气，承认自己现在情绪不好，你的气就已经消了1/3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再是被气控制的奴隶了，你开始观察气了，你开始主导自己的情绪了，不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了。我给各位举个例子，有个老朋友姓李，以前特别容易生气，一点小事就能让他气上大半天。后来他听了我的话，开始练这个方法。有一次他去菜市场买菜，摊主多找了他10块钱，他走了很远才发现，他就回去把钱还给摊主。结果摊主不仅不感谢他，还说了一句：你是不是傻？多找你钱你还送回来，是不是想讹我啊？要是以前，李伯伯早就生气了，早就跟摊主吵起来了。可这一次他感觉到自己心跳加快，心里发堵，他就立刻停下来，停了3秒钟，问自己：我现在是不是在生气？他承认自己在生气，然后深呼吸一口气，笑着对摊主说：小伙子，我不是想讹你，我就是觉得该是我的我就拿，不该是我的我1分都不拿，你也不容易，挣钱都辛苦。说完他就转身走了，没有再跟摊主计较。后来李伯伯跟我说：曾教授，你这个方法太管用了，我停了3秒钟，承认自己在生气，心里的火气一下子就下去了。再想想，跟一个年轻人计较不值得，也犯不上生气。你看，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只要你愿意练，就能慢慢做到，慢慢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慢慢学会不生气，学会了意识到自己正在生气。接下来就是第2步，问自己3个问题。这3个问题能帮你快速冷静下来，能帮你看清事情的本质，能帮你把心里的火气再消掉1/3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件事3年后还重要吗？第2个问题，我的生气能改变这件事吗？第3个问题，我生气伤害的是谁？你每次要生气的时候，都问问自己这3个问题。问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大多数让你生气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都是不值得生气的小事。比如坐公交，年轻人不给你让座，你很生气。这时候你问问自己，这件事3年后还重要吗？3年后你还会记得今天坐公交有个年轻人不给你让座吗？肯定不会记得。你的生气能改变这件事吗？你生气能让那个年轻人突然给你让座吗？肯定不能，反而会让你自己心情不好，让身边的人也不舒服。你生气伤害的是谁？伤害的是你自己的身体，伤害的是你自己的心情，跟那个年轻人没有一点关系。他还是照样坐他的车，照样过他的日子，一点影响都没有。再比如，孩子忘了给你打电话，你很生气，问问自己，这件事3年后还重要吗？不重要。你的生气能改变这件事吗？不能。你生气，孩子可能会因为害怕，更不敢给你打电话。你生气伤害的是谁？伤害的是你自己，伤害的是你和孩子之间的感情。所以你看，很多时候生气都是不值得的，都是没必要的。想明白这些，心里的火气自然就下去了，自然就不会再生气了。第3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用易经的智慧理顺自己的气。我知道很多老朋友一听到易经就觉得很高深，觉得是大道理，听不懂也用不上。但我今天要跟各位说，易经里的智慧从来都不是大道理，都是从生活小事里来的，都是能用到我们生活中的，能帮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。
易经里有一个卦叫做讼卦，讼卦讲的就是争讼、争论、争斗的道理。讼卦的卦辞里说中凶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不管你争得多么厉害，不管你最后赢了还是输了，到最后都是凶的，都是没有赢家的。就算你真赢了，就算你把别人说的哑口无言，就算你把别人气到了，你也伤了和气，损了元气，伤了自己的身体，最后还是得不偿失。就像我们平时因为一点小事跟别人吵架，跟别人计较，就算你赢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赢了争吵，输了关系，输了心情，输了健康，这真的值得吗？所以讼卦告诉我们的智慧就是能不争就不争，能不吵就不吵，能不生气就不生气。就算遇到了不公平的事，就算遇到了让你不舒服的人，也不要轻易生气，不要轻易跟别人争斗，因为争到最后没有赢家，伤害最大的还是你自己。那有人会问，曾教授，难道我们遇到不公平的事，遇到别人欺负我们，我们就只能忍气吞声，就只能不说话吗？不是的，不是忍气吞声，忍气吞声也不好，忍的时间长了，气会堵在心里，一样会伤身。讼卦的象传说，君子以做事谋始，意思就是说，聪明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在事情开始之前就会想好怎么避免走到争讼争斗的地步，怎么避免让自己生气。对应到我们生气这件事，就是在要生气之前就想好怎么不生气，就做好心理准备，就算遇到了不顺心的事，也能从容应对，也能不生气。比如你知道下午要去政务大厅办一件很麻烦的事，你知道有时候工作人员的态度可能不好，可能会不耐烦，这时候你就提前告诉自己，工作人员每天要接待很多人，可能也很累，态度不好，可能是他自己心情不好，不是针对我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我今天去是为了办事，只要能把事办好，他态度好不好都不重要，我不跟他计较，我不生气。有了这个心理准备，真的遇到工作人员态度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那么容易生气了，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他的情绪影响。再比如你知道你儿媳妇脾气急，说话有时候会冲，你就提前告诉自己，她年纪小，性子急，说话冲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不孝顺。我作为婆婆，作为长辈，不要跟她计较，不要跟她生气。她冲的时候，我就笑眯眯地听着，不跟她吵，不跟她争。有了这个心理准备，就算儿媳妇真的说话冲了，你也能从容应对，也能不生气。久而久之，儿媳妇也会慢慢改变，也会慢慢学会顾及你的感受。这就是易经的智慧，不是让我们忍气吞声，而是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，提前理顺自己的心态，让自己不被别人的情绪影响，让自己不轻易生气。好了，我们学会了不生气，接下来就要学第二层境界，再学会气死人。我再强调一遍，这个气死人不是真的把别人气死，不是教你去气别人，去刁难别人，而是教你达到一种境界，你自己从容淡定，心平气和，别人再怎么想气你，再怎么找你麻烦，再怎么跟你争，跟你吵，都气不着你，都影响不到你，到最后急的是他自己，气的是他自己。这就是我们说的气死人的境界。就像我们打太极拳，别人用力打你，你不应接，不跟他硬碰硬，而是顺势一引，把他的力引空，他的力打空了，自己还差点摔倒，还差点受伤。这就是气死人的道理。不是你去气别人，是别人想气你，结果自己的气没地方撒，自己反而气到了自己。我认识一位老太太，今年80多岁了，精神特别好，身体也特别硬朗，每天都能去公园遛弯打太极，脸上总是笑眯眯的，从来都看不到她生气的样子。
我就问他：老太太，您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从来都不生气啊？难道您就没有遇到过不顺心的事，没有遇到过让您生气的人吗？老太太就笑着告诉我：曾教授，我怎么会没有遇到过呢？我年轻的时候也容易生气，也容易上火。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生气没用，生气只会伤害自己。所以我就慢慢学会了不生气，学会了从容淡定。老太太跟我说，她儿媳妇脾气特别急，有时候因为一点小事就会跟她吵架，就会跟她发脾气，说话特别冲，特别伤人。换成别的婆婆，早就生气了，早就跟儿媳妇吵起来了，早就跟儿媳妇闹僵了。但老太太不一样，每次儿媳妇跟她吵架，跟她发脾气的时候，她都不说话，就笑眯眯地看着儿媳妇。等儿媳妇吵完了，气消了，她再笑眯眯地跟儿媳妇说：孩子，你别生气，别上火，气坏了身体不好。你刚才说的话我都记下了，你说的对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儿媳妇本来是想跟她吵架，想气气她，结果老太太这么一说，她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有力没地方使，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反而觉得自己太过分。然后后来儿媳妇跟别人说：我婆婆最厉害，我怎么急她都不急，我怎么气她她都不气，最后急的是我自己，气的是我自己，我都不好意思再跟她生气，再跟她吵架了。这就是气死人的境界。老太太没有去气儿媳妇，没有去跟儿媳妇硬碰硬，只是保持自己的从容淡定，保持自己的心平气和，就化解了儿媳妇的气，就让儿媳妇自己气到了自己。久而久之，儿媳妇也慢慢改变了，脾气也慢慢变好了，也慢慢学会了顾及老太太的感受，婆媳关系变得特别和睦，一家人过得特别幸福。你慢慢去想，这种境界是不是比跟别人吵架、跟别人生气要高明得多？是不是比争赢、争吵、争赢面子要舒服得多？别人想气你，你不气，你从容淡定，你心平气和，最后气到的是他自己，急到的是他自己，而你依然过得舒心，过得自在，依然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，这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再往高处说，真正的大智慧不是不生气，也不是让别人气不到自己，而是把生气的能量转化成有用的能量。我们每个人都会生气，都有生气的时候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不用刻意压抑自己，不用强迫自己不生气。压抑自己的气，就像把一盆火闷在心里，闷的时间长了就会烧到自己，而发泄自己的气，就像把一盆火泼出去，虽然能暂时缓解，但可能会烧伤别人，也可能会点燃别的东西，造成更大的麻烦。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压抑不发泄，而是把生气的能量转化成有用的能量。你感觉到自己生气的，感觉到自己心里有气的，不发泄不压抑，而是静下心来问问自己，这个气是想告诉我什么？它是想提醒我什么？有时候气是提醒你，你的边界被侵犯了，别人太过分了。这时候你就要学会温和地说不，学会保护自己，学会守住自己的边界，而不是生气。不是吵架，有时候气是提醒你，你太累了，你太辛苦了，你忽略了自己的感受。这时候你就要学会休息，学会心疼自己，学会给自己放松，而不是生气，不是抱怨。有时候气是提醒你，你心里有过去的伤痛，有未解开的结，这时候你就要学会疗愈自己，学会放下过去，学会和自己和解，而不是生气，不是自责。这样一来，生气就不再是伤害你的东西，不再是困扰你的东西，反而成了你的老师，成了你的提醒，成了推动你成长，推动你变得更好的能量。
这就是最高的境界，也是我们中国人最推崇的智慧。化繁为简，化气为用，化矛盾为和谐。各位老朋友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从为什么我们总爱生气，到生气的代价有多大，再到怎么学会不生气，怎么学会气死人，怎么把气转化成有用的能量，道理一层层深入，方法一步步教给大家。我知道这些道理，这些方法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，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。我们都是过来人，都知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几十年养成的脾气，几十年养成的习惯，想一下子改变是很难的，是不现实的。但我要告诉各位老朋友，难不代表做不到，慢不代表不会进步。我们不用着急，不用强求自己，一次做不到没关系，10次做到1次就是进步，1天做不到没关系，1个月做到1天就是收获。从今天开始，每次要生气的时候，就停3秒钟，问自己是不是在生气，问自己3个问题，慢慢练，慢慢学，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慢慢改变自己的脾气。我还要跟各位老朋友说一句，《易经》里有个颐卦，讲的是养生的道理，讲的是怎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怎么修养自己的身心。颐卦的卦象是山下有雷，山是静的，雷是动的。养生的道理就是要动静结合，但最根本的前提是心要静。你不生气，心就静了，心静了，看事情就清楚了，就不会再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了。事情看清了，就更不会生气了。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，越练越好，越修越顺。修到最后，不是你没有气了，不是你不会生气了，而是气来了，你知道，你能看到它，你能接纳它，你能理顺它，你能把它转化成有用的能量。就像看天上的云，云来了，你看着它，云走了，你也不留恋，心始终是平静的，是从容的，是自在的。各位老朋友，我们活了一辈子，辛辛苦苦几十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本该享清福，本该过得舒心，过得自在，不该再被生气这件小事困扰，不该再为了别人的错误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不该再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损耗自己的福报。聪明的人先学会不生气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守护好自己的家庭，珍惜好自己的福报。更聪明的人学会气死人，从容淡定，心平气和。别人想气你气不着，自己过得舒心又自在。最聪明的人学会化气为用，把生气的能量转化成成长的能量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活成一个有智慧、有修养、有福气的人。最后，我给各位老朋友送上一份祝福，祝福各位往后余生心平气和，不气不恼。祝福各位身体健康，平安顺遂。祝福各位家庭和睦，儿孙满堂。祝福各位能慢慢学会不生气，能慢慢达到气死人的境界，能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舒心自在有福气。谢谢大家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这些有道理，如果你也想学会不生气，如果你也想把气理顺，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智慧，不妨关注一下。我们以后多聊聊怎么修心，怎么养生，怎么把日子过舒坦，怎么做一个有智慧有福气的过来人。生活里的智慧就像泡茶，慢慢泡，慢慢出味道。我们慢慢聊，慢慢学，慢慢体会，相信各位老朋友都能有所收获，都能摆脱生气的困扰，都能过得舒心，过得自在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次再见。